你有没有试过把一张银行卡交给一个笑眯眯对你说我是为你好的人，然后几天后才发现连买块卫生巾的钱都得看对方脸色，那种温柔又强势的心控制像是糖衣包裹的刀子，一点一点割掉你的自尊和自由。我叫林婉清，30岁，刚做完月子那天，我身体还虚弱的，连楼梯都走不动，婆婆顾太太却笑意盈盈地走进我房间，把我放在床头那张银行卡拿起来，语气亲切的仿佛她真是为我好。婉清啊，这张卡里的钱你自己留着也不安全，不如交给妈保管。放心，我保证你用的时候随时来拿卡里，是我这几年拼命工作一点一点攒下来的600万元。我犹豫了1秒，却还是点了点头，因为他的眼神太真诚深，太温和，好像拒绝他就是对他不敬。可是3天后，我想给女儿报名早教课，找婆婆要2万块时，她脸色瞬间变了。早教有那玩意儿有啥用？那是有前途的，孩子才去的普通人，不实用。我一阵话还没说出口，顾彦祖也站在一旁附和妈说的，对钱得规划着，花不能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的把我手里的手机收走，说是帮我管好情绪。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自由只是被施舍的一种恩惠。那晚我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悄悄穿好衣服，打了辆车去了银行，挂失了。那张卡挂失成功的短信还没跳出来，电话却已经响了，是婆婆的微信语音。婉清啊，身份证准备好了没？今天我要去银行帮你转存利息，不能耽误啊。我没有回，只是低头在银行柜台前签下一份补办新卡的表格，手指微微颤抖，却分外坚定。挂断语音，我重新办了一张卡把是那600万全部转到一个只有我知道的账户上。银行职员还调侃年轻人有眼光会理财，我苦笑却不解释。那天下午刚过饭点，顾家就炸了，婆婆气急败坏的冲进我和顾彦祖的卧室，语气中已没有了半点慈祥。你是不是疯了？卡怎么挂失了？你到底把钱弄哪儿去了？我淡淡的说，放我自己账户了，以后要用你是们直接找我。婆婆气得脸色发青，拍着床头大骂，你这死丫头别不识好歹，这钱是彦祖的，他让你管事儿，看得起你。顾彦祖刚下班一进门，听到这话脸色也沉了下来，他冲着我大吼，林婉清，你在胡闹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爸妈觉得你不尊重他们？我盯着他那张俊朗但冷漠的脸，忽然发现我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这个人。当初他追我的时候，一副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模样，说什么结婚后你想干什么都行，别累着自己就好。可现在呢，连我买一套护肤品都要列出明细清单发给他审批，每个月只能动用1.2万元的亲情额度，还要时不时写用款说明。甚至上个月我姨妈来了，去超市买包卫生巾，因为没等到他回微信，我连结账都不敢站在超市结账台前。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被拴着的狗，等待主人的指令。这些话我没有说，只是盯着他看，他却像是被我盯得不耐烦，走过来低声骂道，你到底想干嘛？明天不是妈要用钱转存吗？你准备好了没？我轻轻一笑，语气平静，已经不需要。我准备了，我把钱转走了。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她脸上的神情一瞬间变得可怕，拳头握得咯咯作响。婆婆更是坐在沙发上哀嚎着，世道还有没有天理？我辛苦养大的儿媳妇居然背后捅我一刀。我看着她一副被背叛的样子，心里冷得彻骨。顾太太那笔钱是我婚前存的，我没有任何义务交给你，更别说转。存婆婆指着我鼻子骂，你嫁进顾家了，钱就是顾家的，你还敢顶嘴？我淡淡一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转身走进房间，反锁了门。我听着门外他们争吵的声音，突然感觉前所未有的安静。那晚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万家灯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开始为自己活一次。你知道什么叫笑话？是当你在亲戚面前低头沉默，却被人指着鼻子说你太敏感，是你满脸通红全身发抖，却被全场哄笑说你玻璃心，是你明明只是想做个体面人，却成了别人口中拿卫生巾都要请示的笑柄。那天是中秋团圆夜，顾家像往年一样召集所有亲戚到家里聚餐。大厅灯火通明，满桌菜肴，笑语不断。我坐在角落里安静的像
各局外人顾彦祖和他的妹妹顾晨曦坐在主位上，谈笑风生。顾晨曦穿着一袭粉色连衣裙，妆容精致，杯子里晃着红酒，脸上挂着一贯的嘲讽笑意。你们知道吗？他忽然抬高了声音，声音清脆的能穿透整个餐厅。我嫂子可厉害了，买东西都得申请，连买包卫生巾都要我哥审批，不然他不敢买。桌上顿时一片哄笑，有人捂嘴，有人摇头，有人还特地侧过头来看我。一瞬间，我仿佛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空气中弥漫着难堪与羞辱。我想开口反驳，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有一次，他来大姨妈着急买东西，我哥在开会没回复他，就夹着腿跑回家，裤子都染红了。顾晨曦继续添油加醋，笑得眼泪都快飙出来，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啧，还是得家教严格才行啊！那些声音像刀子一样一句句刮在我脸上，我头皮发麻，手指紧紧攥着桌布，指节都发白了。顾彦祖也在笑笑的前仰后合，甚至举起酒杯对我示意：“小青，别介意，开个玩笑，别太当真。”对啊，嫂子，咱们顾家向来爱开玩笑，别这么小气。顾晨曦挑眉续补刀，我觉得胃里翻腾，羞耻与愤怒混合着，仿佛下一秒就要呕出来。就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公公顾建辉忽然敲了敲桌子，声音低沉却有分量：“够了，别太过分了。”大厅瞬间安静下来。顾建辉抿了口茶，目光淡淡扫过众人。小青性格敏感，你们这些当哥哥妹妹的不该拿他开玩笑。我以为这句话是为我说的，心里一丝暖意刚升起，却听他接着说：“不过你也别总板着脸来，家里是团圆，不是来审判的。”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回家的路上，顾彦祖一直黑着脸，像是我犯了滔天大错一样。“你今天什么意思？一个个长辈在那儿，你就这副样子？”他咄咄逼人的质问。我顾家人最看重的就是团结和场面，你这样当众甩脸，想让我没面子。我转头看着窗外漆黑的街道，压下心里的委屈与怒火。你觉得我是在甩脸？我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你听不到你妹妹在说什么吗？她就说两句玩笑话，你又不是第一次听了。他不耐烦的摆手：“你怎么就不能大度点，非得每次都搞得大家尴尬？”我闭上眼，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我从没想过要搞尴尬，我只是想要尊严。其实我早该明白，那些所谓的玩笑不过是他们刻意的羞辱，是他们默认的权力游戏。我不反抗就是乖顺，我开口反驳就是情绪化，就是小题大做。第二天，顾晨曦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嫂子，昨天是不是玩笑开大了？你不会真的生气吧？”我没回，他又发：“哎呀，你是太敏感了，这种小事你都记仇，我还以为你心胸宽广呢。”我仍旧不回复。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张截图，是我购物的清单，上面详细的列着我这个月每一笔消费化妆品、零食、尿不湿、早教咨询。最下方赫然写着转发于故事家庭理财群。那一刻，我的手不自觉颤抖，原来我的每一分钱都被他们拿去当作茶余饭后的共享资料。我点开丈夫的对话框，问这个群是怎么回事。几分钟后，他回复我：“就是想让爸妈看看你花钱的合理性，没别的意思，咱们是一家人。”明一点怎么了？我一字一句的打下回复。那你怎么不把你自己每一笔花销也发上去？他没有再回。那晚我坐在卧室的镜子前，看着镜中那个眼神空洞的自己。这个女人曾经有梦想、有工作、有自尊，现在却连买卫生巾都要看人脸色。我闭上眼，心里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以前听人说，一个人被毁掉不是因为突然的灾难，而是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失去自我，直到意识模糊，再无逃脱的力气。现在我就是那只青蛙。婚前我经营一家手工坊，做香氛、干花、蜡艺，有自己的客户、粉丝，还有收入。那时的我自由自信，像盛开的海棠。顾彦祖追我，追得很勤，来店里帮我包货送茶，还说你这么辛苦干嘛？以后我来养你。后来我信了，我把店转让出去，怀孕、结婚、生子，一切仿佛顺理成章。可谁知道我交出去的不仅是手艺和生意，还有我的生活全选择权，甚至花自己钱的资格。现在我名义上是全职太太，实际上连一个家政阿姨都不如。每天5点起床，为全家人准备早餐，接送孩子，洗衣打扫，做账管理
家用还要应付顾家一大堆亲戚，每晚躺下我最常问自己的一句话是：我算什么？这天我鼓起勇气偷偷用副卡在电商平台上买了套护肤品，不是名牌，不过千元我告诉自己，女人总得有点像样的皮肤，不能让镜子都讨厌自己。第二天早上顾太太打来电话，语气不咸不淡：婉清啊，昨晚你是不是买了什么不该买的东西？我握着手机的手顿时发紧，不就是护肤品吗？我没说不让你买，但你现在不是没工作吗？用点便宜点的也不委屈你吧？我咽下心口的委屈装傻，我自己有存款，那也是顾家的钱。你记住，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顾家赏你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挂断电话，不到5分钟我就收到是财务助手的来电。您好，您的副卡已被冻结，后续如需开通，请提交书面申请和用款说明。我看着那条短信，仿佛有人在我脑门贴上一行字：你只是个被豢养的宠物，我不甘心。于是那天下午我跑去找顾彦祖，想要当面对话。他在公司楼下接我，表情平静但疏离。我问他，你冻结我副卡是不是觉得我太奢使？他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最后都要我买单？我愣住，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过婚后我的生活你来负责？是我说的。他说耸肩，可你不能永远靠这句话生活吧？我又不是你的提款机。我忽然明白了，他的养你只是他支配我的借口，而不是一份承诺。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冷风面耳边不断回荡他的话。晚上顾太太打来电话说，她要带我去参加一个家庭理财沙龙，让我学学怎么当个合格的太太。她笑着说，婉清啊，作为家里主妇得有点理财头脑，才不丢顾家的脸。我没拒绝。周六下午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茶馆，屋里坐着10几个太太，个个珠光宝气，妆容得体。她们热情寒暄，谈着股票、保险、基金，还有家庭资产分散与保全。我原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享会，直到顾太太拿出一份表格递到我面前，这是我帮你规划的家庭资产保障协议，你签一下以后，你用的账户都会归入顾家旗下统一管理。我低头看着那份表格，手指微微颤抖。那不仅仅是转账，那是彻底剥夺我对财产的控制权。我可以回去再看看吗？顾太太笑容不减，当然可以，但我建议你早点签，省得夜长梦多回家。路上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他们是想把我彻底变成一只关在金笼里的鸟，永远只能唱他们喜欢的歌。晚上孩子睡着了，我坐在书房的角落，翻出我最后的底牌。我还有一张店铺老顾客送的金卡，可以申请提现额度。额度虽然不高，但足够让我启动。我下单购入了一批香氛原材料，悄悄租下附近一个小铺面，3年没碰的手艺，我现在要亲手捡回来。但我知道真正的回归自我不会这么容易。第二天，一位陌生女子出现在我家门口，自称是顾家投资项目的新助理，说顾太太推荐她来帮我重新规划生活重心。她穿着得体，谈吐温和，却无意间泄露一句，您不是说林太太适合做轻资产合伙人吗？不用操太多心就能签约入股。我一愣，原来他们根本不想我恢复经济能力，而是想让我成为名义上的挂名合伙人，为他们洗账。这就是顾家所谓的安排我做一个无声无权的工具人。我笑了笑的心寒。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温水不只是热，它还可以烫穿骨头。我要离开这锅水，我要重新成为自己。有时候你以为最亲近的人会在你最孤独的时候拉你一把，可现实往往让你明白，你脚下的那根绳子正是他们一起编织的。我以为至少还有朋友可以倾诉，可我错了。那天下午我约了白灵，我曾经最信任的闺蜜，在咖啡馆见面。她比以前更漂亮了，穿着修身西装，拎着限量包，精致的像杂志里的模特。她看见我，笑得满脸柔和。婉清，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瘦，不过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笑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低声道，玲玲，我最近确实有些撑不住了，家里孩子还有顾家那边真的很压得人喘不过气。白灵点点头，似懂非懂的回应，我知道你嫁得好，过得未必好，但你知道的，像你这种身份，全职太太本身就很难被理解。我怔住看着他，你也是全职
太太出身的你明明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他垂眸笑了笑，眼神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是啊，可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去。我没再说话，心里开始泛起不安。就在那天晚上，我在顾太太的茶几上无意间看到了她手机上的一个聊天界面，白灵的头像赫然在列白灵晚清最近情绪不稳定。我觉得你们还是多给点引导，她太容易共情了，特别是和底层女性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白灵她跟我提到副卡被冻结，那时情绪很激动，你们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女人情绪一多，钱就花得没底线。我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僵站在原地，耳边嗡嗡作响。原来我唯一的倾诉出口也早就成了他们的信息来源。我像个小丑，一边哭找把心掏出来，一边却不知对方早已转身，将我摆上了权谋的棋盘。我默默地离开客厅，回房间的路仿佛走了1个世纪那么长。那一晚我彻夜未眠。第2天早上，顾彦祖要出门，我本想和他谈谈，哪怕只为确认一点，这段婚姻还剩下多少。他在玄关穿鞋，我小心翼翼地说：“彦祖，我能和你谈谈吗？”他眉头一皱，现在我快迟到了，很快就好。我几乎是低声祈求。他站起身，拉了拉袖口说：“爸。”我吸了一口气，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是认真的。什么话？他不耐烦地反问。你说过会尊重我，支持我做自己，你还记得吗？他愣了一下，旋即嗤笑出声：“婉清，你都当妈了，还在纠结这些虚的？你要的是尊重是自由，你是不是想出门工作了？”我沉默。他继续说：“如果你真想工作，那也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在顾氏安排个闲职，月薪3000打卡，不必倒有面子，但别指望我真的放你自由。我养了你3年，不是让你哪天拍拍屁股就走的。”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浇在我心口。我终于明白，他从来没真正把我当成平等的伴侣，而是当成一个被圈养的财产。我点头，声音冰冷：“谢谢你的安排，但我不要。”那一刻，他的眼神变了，有轻蔑，也有警惕。“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我没有回答。他凑近我低声说：“婉清，我劝你不要学那些离婚女人去搞什么小动作。你以为顾家会让你安然离开？”我抬起头看着他，我没想离开，我只是不想再过没有自尊的生活。他冷哼一声，摔门而去。中午时分，我下楼喂孩子，路过厨房，隐约听见顾太太和顾建辉在客厅小声说话。他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对，你说要不要让彦祖跟他谈谈？实在不行，送去国外休养。国外休养这4个字在他们的口中听起来就像是被清理。顾建辉沉声说：“等资产过户完了再说，他现在不能出事。”我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脚底像踩着火。这个家从来就不是我的避风港，而是困住我的陷阱。那天晚上，顾晨曦发了一条朋友圈，家里的大嫂最近很情绪化，不知道是不是看心理医生看少了。配图是一张情绪管理课程的宣传海报。不到10分钟，顾家亲戚群里就开始私聊我：“婉清，听说你情绪不好，要不要我们帮忙联系心理咨询？家丑不外扬，你别总让晨曦发这种东西。”我笑了，手机差点被我捏碎。我不是病人，我只是太清醒了，他们不需要我清醒，他们只要我乖。我那天晚上打开电脑写下第1篇文章。我在婚姻里失去了名字，我不敢发出来，但那晚我第一次用文字重新拾起了属于我自己的声音。我知道这个夜晚之后，很多事儿再也回不去了，而我也再也不愿回头了。你有没有试过为了保全婚姻而对亲生父母低声下气？又有没有试过明明已经无所有，却还要被人质问你凭什么要钱？那天上午，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婉清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低低的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迟疑。“你爸那边出聊点市单位的工程项目，要临时交罚款，能不能先借30万周转一下，很快就能还你？”我一愣，下意识往阳台望去，楼下正是婆婆晒被子的身影。我转过身，压低声音：“妈，我这边不太方便，你不是还有存款吗？”母亲急了：“你结婚那年不是说你自己留了60万？”我咬紧下唇，喉咙发涩：“那张卡现在不在我手里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把卡交出去了？”我没敢回答。母亲终于明白过来，声音一下子提高：“婉清，你是疯了吗？那是你自己的血汗钱。”我握着手机，手指在发颤。我低声说：“妈，我来想办法。”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沉沉叹了一口气，然后挂了电话。那天下午，我走进了顾彦祖的书房，他正在打电话，语气温和：“爸，哪块？”“是啊。”
弟我已经敲定了下个月就能入账，谈资金链暂时没问题。我等他挂完电话，试探的开口彦祖，我想借点钱给我爸印个吉他，头也不抬，多少30万。他说不多，我刚松口气，他却接着道，但你得让你爸打借条。我镇住，什么借钱当然要凭据，哪怕是亲戚也要走程序顾家，不是慈善机构。我深吸一口气，可是你也知道我爸以前帮过你爸很多。他终于抬起头，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冷笑，那是以前，现在晚清，我们是成年人了，讲究的是契约精神。我仿佛被他一拳打在胸口，闷痛无声。我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晚饭时间，母亲忽然带着父亲上门了。母亲还是穿着那件旧外套，风尘仆仆，脸上满是疲惫。父亲脸色铁是清晨默不语，顾太太倒是热情。哎呀，林家人来了，快进来，做晚清倒水啊！我僵硬地站起身去厨房倒水，心里泛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母亲刚坐下就开门见山，晚清的钱我们不动，顾家方便的话，能不能先借我们30万应急？我当面打借条也可以。顾太太哎呦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惊讶，30万不是小数啊。这也不是银行晚清的钱，我都帮他存成定期了，动不了。母亲微笑，可以按月利息，照规矩来。顾建辉这时候出声了，当年林书记确实帮了我不少，这个人情我记着，但钱的事就另算了，我们家账面也不宽裕。彦祖刚投了几个项目，父亲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站起身看着我。我张了张嘴，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愿意借，只要你们点头。顾彦祖冷笑一声，你借得出。我脸色发白，却依旧坚持那是我爸妈。顾太太啪的一声放下茶杯，眼里闪着火，你这是什么态度？儿子养你3年，你的钱不是顾家的，你还想拿去孝敬外人？母亲的脸瞬间涨红，我们是外人。顾建辉摆手，行了，这家事儿别扯上太多人情晚清，你要孝顺父母可以，但不能拿顾家的资源做私事。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咬牙道，那好，我去把那60万赚出来，你赶顾太太拍案而起，那是我们顾家未来孩子的教育。金母亲终于忍不住了，你们顾家要脸吗？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扣人家的婚前存款不让动，这不是教育金，是软禁。顾彦祖站起来，够了你妈情绪是激动，不适合在这谈事。我挡在母亲面前，声音冰冷，她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空气像凝固了一样。父亲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走吧小青，我们不求人。母亲拉着我手眼圈通红，妈不怪你，只怪我们没能力护住你。那一刻我泪如雨下，顾家没有一人起身挽留，反而像松了口气一样继续吃饭。我站在门外看着他们，在灯火通明的饭厅里，热热闹闹，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像被他们从这座金色牢笼中正式推出门外。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把手中的卡片反复擦，视眼前浮现母亲那双干裂的手指和父亲沉默中藏着的愤怒与失望。我第一次对顾家生出了恨意，不是怒火中烧的那种恨，而是那种刻在骨头里的冷静而清醒的决裂。我知道这场婚姻我必须亲手终结。人真正清醒的那一刻，往往不是在怒吼中，而是在沉默里，在一杯水从手里滑落的刹那，在一张银行单据的数字前一动不动地盯了很久之后，我把那张卡拿在手上，坐在床边整整1个小时，没有说话。第二天清晨，我给银行打了电话，您好，我想挂失一张银行卡，请提供您的身份信息和卡号。我一一报出，声音冷静地出奇，好的，我们将立即冻结该账户，请您3天内前往任意营业网点补办新卡。我说了谢谢，然后挂断电话。3天后，我带着身份证去了银行柜台的职员，是个年轻女孩，看我填表时手指发抖，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冷。我摇头，不是冷，是终于是定了决心。他笑了笑，祝您一切顺利。补卡成功后，我登录网银，将所有存款整整600万元转入一个全新开设的独立账户开户行，在外地只有我本人掌控权限。我知道这一步不是反抗，而是自救。走出银行的那一刻，阳光刺眼，我抬头看了看天，然后掏出手机订了一间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连住3天。我发了一条短信给顾彦祖，我暂时搬出去住，冷静一下。他没有回，半小时后电话响了，是顾太太。晚清，你是不是疯了？卡挂失转账，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他的声音高八度，带着尖锐的惊恐。我平静地说：“我把属于我自己的钱放到了我自己的账户，合法合理。您别激动。”他顿了一下，随即尖叫：“你这是背叛你！”是顾家的人，我轻笑：“对不起，我只是林婉清，不是顾家的附属品。”我挂断了电话。傍晚，我在酒店点了牛排和红酒，这是3年来第一次为了自己吃一顿饭。我换上了一件雪纺长裙，化了淡妆，站在镜子前的我，陌生又熟悉。那一刻，我突然想哭，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那个被藏起来很久的自己。第二天，我去了曾经的小店铺，店主是我以前的员工，见到我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婉清姐，你这是？我想重新做点什么。他笑的眼泪都快掉了，你知道吗？直在等你回来。我摸了摸货架上的手工香薰，眼里闪着光。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吗？女人得有自己的根，婚姻不是跟钱，不是跟名分，不是跟自己，才是我开。是联系原材料供应商，更新产品目录，注册了全新的公众号和小红书账号林婉清，手作生活重新上线。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不再等顾家对我做什么，我开始计划下一步，让他们尝到我不再妥协的滋味。第3天下午，顾晨曦突然带着2个男人出现在酒店前台。我嫂子在这儿，她偷了我哥的钱，我们是要搜房间。前台吓了一跳，问我是否报警处理。我点头，是的，我要报警。15分钟后，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顾晨曦嚣张地说他私自转走我们顾家的钱，是家庭诈骗。我拿出银行转账证明，平静回应：这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卡，是我名下转账行为，我本人授权法律支持。民警核对资料后态度明显转变，这是经济纠纷，不属刑事范畴，如有异议请起诉。顾晨曦气得跳脚：你骗我们顾家3年，就是为了今天跑路。我笑了：顾小姐，你口中的我们顾家，我从未真正属于过。我不再看他签完笔录后，回到房间，门一关，我把自己瘫在床上，大口呼吸。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可我心里有一道光慢慢亮起来。晚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3年来第一次自己决定去哪儿做什么，花多少钱。原来不是我怕自由，是我不曾拥有。不到半小时，点赞破100，有人留言：你终于活成你自己了。第2天一早，我去离婚登记中心打印了一份财产清单和婚前存款证明，正式启动了协议分居程序。顾彦祖这才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怒气：你真想撕？破脸，我淡淡回应：不是你们撕破了我所有的忍耐，你以为你做这些就赢了吗？顾家不可能让你拿走1分钱。我笑了：你忘了我姓林，忘了这钱是谁的？你不要太天真，这个圈子里不是你能翻得起浪的。我不再多言，挂断电话。我望向窗外，天色将亮，我知道我已经开始掌舵自己的命运。接下来我要的不只是反抗，而是重建。很多人以为一个女人反抗家庭控制不过是冷战几天，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在朋友圈发几句伤感文字，可真正的反抗是你准备好面对流言蜚语、道德绞索，甚至拳脚相向。我一直以为顾家会选择冷处理，但我错了，他们决定开战。那天晚上，我刚从手工房收工回到酒店，还没换下外套，门铃就响了。我透过猫眼看见顾晨曦带着2个陌生男人，神情凶狠，像是来讨债的开门。我们来拿属于顾家的东西。他拍打着门，尖叫着。我拨通酒店前台，人扰乱秩序，请报警。不到10分钟，警察赶到，顾晨曦却反咬一口：我嫂子精神异常，把孩子扔在家里，还擅自携带巨额资金离家出走。我们是来带他回家治。聊得我冷笑：你们有法院的委托文书吗？有精神鉴定报告吗？警察让他出示证明，他拿不出。我出示身份证、房卡、财产清单和离婚调解申请，表明仅确认无误后对他说：如果是家庭纠纷，请通过司法渠道，不得私闯他人。房间，顾晨曦气得脸红脖子粗，临走前恶狠狠地瞪着我：你别得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2天早上，我醒来时收到了几十条私信和一条炸裂的朋友圈截图。顾家媳妇转走全家存款，入住5星酒店，挥霍，疑似患有产后抑郁症，并有精神异常。配图是我在酒店大堂拍的背影，文字下还有评论：难怪她婆婆总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拿男人的钱不手软，转脸就翻脸，人前乖巧人后毒妇。我看着那条
朋友圈心脏抽痛，仿佛被千人唾骂。我知道，这不只是羞辱，这是有组织的公关围剿中午。我预约了市中心一家知名律所，那位律师姓张，40多岁，眼神凌厉。他看完材料后点头道：“你做得很对，顾家的行为已经涉及名誉侵权、恶意重伤，甚至非法侵入私人空间。我们可以怎么反击？起诉、公开道歉，并赔偿损。是同时，我们也可以召开一场澄清发布会。”我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太激烈？张律师冷冷一笑，顾家先撕的脸，你只是要回属于你的尊严。3天后，我坐在律师事务所准备的会客厅里面，对几家媒体记者，我叫林婉清，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想告诉所有被掩埋的生是英，你可以不沉默。我念出自己的遭遇，从婚前资产如何被委托保管，到副卡被撤销，消费受控，再到亲属被羞辱，孩子被威胁。最后我说，我没有离家出走，也没有精神异常，我只是一个想要做回自己的人。那场直播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短短24小时内转发上万次，有人质疑是不是太夸张了，也有人声援。终于有人敢说出这种披着关爱皮的控制了。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我成了千千万万个隐忍者的代言人。顾家却坐不住了。当天下午，顾太太在社区居委会自发召开家庭调解会议，邀请街坊邻居参加发言，称我们从未限制过她，只是怕她情绪不稳，担心她花钱太冲动。我也去了那场解会，面对满屋的熟人，顾建辉站起来，语气沉稳：“我们顾家从不亏待人。”林婉清享尽福气，如今反咬一口，实在令人寒心。我站起身，不卑不亢地说：“如果想服是连买卫生巾都要审批，那我宁愿不要全场哗然。”我继续说：“我没有咬谁，我只是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撒谎，只是终于说了真话。那天的调解。”无果当晚，顾彦祖打来电话，声音冷得像冰：“你真的要撕破脸？是你们撕的，不是我。你想清楚这样对孩子好吗？你想孩子以后在学校被人指指点点？”我一愣，心底一阵发凉。“你们拿孩子威胁我？”他没回答。我冷笑：“那我们法庭上见。”几天后，法院受理了我的起诉，初步定性为婚姻财产纠纷和名誉侵权。庭审前章3，律师让我准备发言稿，你要让法官听到的不只是你的控诉，还有你的勇气。我深吸一口气，点头。站在法庭上，我看见顾家一行人衣着得体，神情肃穆的，眼神里却写满了鄙夷。我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衣和长裙，头发挽起，素面朝天。我是林婉清，今天来这里不为复仇，只为澄清。我想告诉这个世界，一个女人使在婚姻中也有选择的权利，也有拒绝控制的自由空气，一时间安静的可怕。而我从未如此坚定。法庭上的判决书送达，那天天很晴，风很轻。我站在法院门口，手里的纸张仿佛比阳光还要耀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认原告林婉清名下600万元为婚前个人财产，不属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要求名誉侵权赔偿及公开道歉，合理合法予以支持。这是我这段婚姻中第一次被官方证明，也是最后一次。我没有哭。张律师把判决书交给我时，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恭喜你，林女士，从法律到舆论，你赢得了属于你的一切。”我轻声回应：“不是赢，是回来了，回到自己身上。”官司结束后的那几天，我收拾了酒店里的行李，退了房，搬回了原先的公寓。那是我婚前买的小房子，面积不大，地段一般，却有我曾经自由生活过的痕迹。墙上还贴着当年做产品测试时写的配方草图，窗边是被阳光晒褪了色的干花。我轻轻擦去灰尘，仿佛和过去的自己重新握了手。店铺也重新开张，名字仍叫林婉清，手作生活。我没有隐藏自己，也没有重塑新身份。我告诉所有人，我是那个曾经被温柔控制的女人，但我现在站在阳光下，不再羞于过去。开业当天来了很多人，以前的顾客、街坊，还有媒体记者。一位中年女性握着我的手，眼圈泛红。我女儿也是全职太太，她看了你的采访，说要重新考公务员。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说：“谢谢你替我们发声。”我以前以为忍一忍就好，可现在我知道有些沉默是在毁掉自己。我笑着点头，却忍不住湿了眼眶。也许我只是说了自己的一段
经历，但原来它可以成为那么多人的一束光。法院判决生效1个月后，顾家终于低头，顾建辉和顾太太委托律师发来道歉声明，并赔偿了精神损失与名誉损失的款项，金额虽不高，但那是一份法律认可的承认。他们错了。顾彦祖则在声明发布后的第4天独自来到我店里，他瘦了不少，神情落寞，一身笔挺的西装也遮不住眼底的疲惫。婉清，我不是来闹的。他说。我点点头，我知道你真的决定不回去了。我回过了3年了，现在我想留下的不是婚姻，是自己。他低声说，我以前以为你不需要这些。我轻声一笑，不是我不需要，是你从来不曾问过他。没再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白色信封，这是我给孩子写的信，如果可以，你帮我转交他，等他长大一点想认识我，我愿意等。我接过信，没有拆开，只是说了一句，希望你也学会怎么去尊重一个女人。他点头，转身开背影萧索，却不再傲慢。我知道他未必真正悔悟，但他终于承认了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这就够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手做生活重新有了节奏。清晨6点，我起床做早餐，做几批香薰订单。中午在店里直播教学，分享配方。下午去接女儿放学，带她逛超市，做饭，讲故事。晚上8点，女儿睡下后，我在阳台上写下新的生活日记。没有喧嚣，没有掌声，也没有镜头，但我从未觉得如此踏实。有一天，我和女儿手牵手走在街头，她忽然抬头问我，妈妈，我们家为什么没有爸爸？我蹲下来摸摸她的头发，因为妈妈要教你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也可以活得很漂亮。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咧嘴一笑，妈妈现在就很漂亮。那一刻，我的眼泪悄悄流了出来，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我终于拥有了答案。这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反抗男人，不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在女儿的眼里，我不是一个被压着喘不过气的女人，而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坚定走路的妈妈。人生很长，爱情可能会失败，婚姻也可能破裂，但我们永远有选择的权利，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我走过黑夜，但黑夜没吞掉我依然是林婉清，而现在的我比从前更完整。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里时，温柔陷阱已经走完了8个章节，但我知道生活里那些温柔的陷阱依然存在在城市一角，在厨房烟火，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和压抑里，无声无息的生长着。有人说这是一个极端的故事，但你我都知道它并不极端，它只是太真实。在创作林婉清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从未打算将她写成一个完美受害者或复仇女王，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曾相信爱情，愿意为家庭牺牲，默默承担，却终于明白自己正在被消耗的妻子、母亲、儿媳。她也软弱过，动摇过，甚至害怕过。离开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但正是他一次次流泪后的坚定，一次次跌倒后的醒悟，才让我们看见成长不是变得强硬，而是从依附中挣脱，学会站稳。我写下他的故事，不是为了鼓动谁离婚，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关系中都能保有自我。太多时候，女性在婚姻里被定义为母亲、妻子、儿媳，而不再是他自己。我们学会了忍让，却忘了设界限；我们追求和平，却放弃了尊严；我们以为沉默就是善良，却不知道不发声才是对自己最深的伤害。在顾家的世界里，你是为了你好，我们是家人，不让你出门，是保护你。听起来那么温柔，但每一句背后都藏着控制、消解和压迫。这些年，我听过太多女性读者的留言，我也是偷偷用副卡买一包卫生巾，我婆婆也用家教压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花钱的资格。我想说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也不该个人承受。请你记住，婚姻不是交易，爱不是控制任何要求。你放弃尊严、压抑本我、牺牲自由的感情，都不是爱，而是软暴力。而你也并不是无能，只是被洗脑太久，被乖顺惯性麻痹。你完全可以工作，重启事业，你完全可以管理钱财，做出决定，你完全可以决定今天穿什么、吃什么、和谁交朋友。你可以犯错，可以迷茫，可以说不知道，但你不能放弃做一个完整的人。当然，觉醒之路不会容易，它可能意味着你要独自承担面对误解、流言，甚至是身边人最深的背叛。但请相信，每一个敢于觉醒的你，都在为这个社会悄悄松动一块旧有的石头。你站出来就已经改变了。什么这部小说也许没有童话式的大团圆，林婉清也
没有得到一个浪子回头的男人，更没有突然暴富遇见救世主，但他拥有了最珍贵的东西：自我认同、自主权、情绪边界和孩子对他的尊敬。而这正是我想告诉你的人生最难得的成功，不是取悦世界，而是终于学会了善待自己。如果你正在痛苦中，请给自己一些时间，允许自己哭，允许自己软弱，但也别放弃希望。如果你已经醒来，请别沉默，你的声音可能是别人走出困境的光。如果你还在犹豫，请多听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不是别人希望你做什么，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象过有一天，林婉清站在女儿成长里的讲台上，说妈妈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但妈妈希望你拥有完整的自己。那一刻，所有的眼泪、伤痕、对抗与孤独都成为他身上最珍贵的勋章。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哪怕伤痕累累也要走出阴影，哪怕前路崎岖也不放弃前行。你可以是太太、母亲、儿媳，但你首先是你自己。永远是仅以此文献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挣扎、在婚姻中沉默、在社会中被误解的你。愿你在烟火中不迷失在爱情中，不消失在自己的人生里，成为主角。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被人当众羞辱的抬不起头的时刻？我经历过。就在我小姑子周金霞的婚礼上那天，我笑呵呵地包了个680元的红包，想着图个吉利，场面也过得去。结果他倒好，竟然当着满屋子宾客的面把红包啪的一下甩在桌子上，像甩垃圾一样，脸上的神情就像踩到什么脏东西似的。他那话比刀子还锋利，但我林思晴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只回了一句，他就当场下不来台。可那还只是个开始，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你想知道我说了什么？想知道后来怎么把这口气全都出了？那就听我慢慢说呢。天阳光明媚，红毯铺地，锣鼓喧天，周金霞终于要出嫁了。作为她嫂子，我一大早就起床，围着婆婆刘桂芝转招呼。宾客端茶倒水，笑容满面，心里也真心祝福她能嫁个好人家。婚礼仪式结束，开始敬酒收礼。我们那桌终于轮到了我，从包里拿出早早准备好的红包，双手递给她，笑着说：金霞，祝你新婚快乐和新郎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红包上写着新婚贺宜，里面是680元。在我们老家，66发是个极吉利的数字，讲的是好意头。何况当年我和周家豪结婚时，他们家条件不咋地，才给了3万彩礼，还是东拼西凑的。多亏我爸妈心疼我远嫁，偷偷塞了我5万块钱，让我带去当嫁妆，装修新房子，还叮嘱我别在婆家受了委屈。这些年我的工资大部分都贴补在这个家里了。周家豪收入一般，家里开支又大，婆婆还总念叨钱不够用，所以说这680元对我来说已经是能力范围里最体面最有寓意的了。哪知道周金霞接过红包，眉头一皱，居然啪的一下把红包甩在桌上，里面的红票子唰啦散了出来，刺眼的很。他尖声一叫，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680你是打发叫花子吗？你是觉得我们家穷到这个份上吗？我当场愣住，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我，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更多的是一股让人窒息的压力。婆婆刘桂芝赶紧打圆场，金霞你这说的什么话？你嫂子这也是一片心意，嘴上说的好听，眼神里去藏着责备，明显觉得我这份子钱丢了他的脸。周金霞却不依不饶，声音拔高，一片心意。妈，你看看别人家的嫂子随礼，哪个不是1800的，最少也得1000。1吧，他给我680，这是诚心让我丢脸，别人还以为我们家亏待他了呢。亲戚们开始窃窃私语，这媳妇儿是不是有点不懂事儿啊？是啊，小姑子出嫁这么大是才给600多，看来平时关系也就那样吧。我老公周家豪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拉着周金霞的胳膊，金霞你少说2句。可他半天也没帮我说一句像样的话，只让我显得更理亏。我咬牙吸了一口气，看着周金霞得意扭曲的脸，再瞄一眼婆婆那假惺惺的袒护眼神，还有我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指望不上收
的老公一股怒火腾地从心底升了上来，这些年受的委屈就在那一刻全都爆发了。我冷笑一声，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惊吓。我记得当年你哥娶我是我爸妈看你们家实在困难，倒贴了5万块钱让我带过去装修房子。今天你结婚，这680是我对你哥还有你们家这些年照顾的一点心意。我故意停了一下，看着他脸色刷地煞白，继续说道：嫌少也可以，那你让你哥或者你妈把当年我爸妈贴的那5万块还我，我把贷款还了，手头宽裕了，到时候我不包680，我包6800甚至8800，怎么样？全场瞬间静的能听到一根针掉地的声音。周金霞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当年他们家确实哭穷3万，彩礼是东拼西凑的，我爸妈怕我吃亏才偷偷多塞了5万让我撑场面，那笔钱早就填了他们家的窟窿，还有一部分是给公公治病了，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婆婆刘桂芝脸色也难看得紧，本想训我2句，但看到亲戚们纷纷投来的异样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周家豪则是满脸尴尬，连忙给我使眼色，意思让我别再说了。我心里冷笑，早干嘛去了，现在觉得丢人了，晚了。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林思琴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想踩我那也得问我愿不愿意。婚礼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连新郎钱志勇和他爸妈的脸色也不好看，估计谁也没想到喜宴上能闹出这一出，而我看着周金霞想发火却发不出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撑着的模样，心里别提多爽了。这不过是个开始真正的反击。才刚拉开序幕婚礼那天之后，我跟婆家人的关系就彻底跌到了冰点。回家路上，周家豪一路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回到家，婆婆刘桂芝直接把发上的靠垫狠狠甩在地上，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林思琴：你本事大了，居然敢在金霞的婚礼上让她下不来台，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是想故意让我们家不得安宁吗？我平静地看着他，声音淡然：妈是金霞仙，不给我留面子的礼金多少是心意，可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数落我，难道我还要笑着配合他的戏码心意？那也叫心意。婆婆气得嘴唇发抖，胸口剧烈起伏。我们老周家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娶了你这么个不祥之人，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看你就是杜金霞嫁得好。这时候周家豪终于开口，却不是安慰我，而是责怪我：你怎么能那样说？金霞那可是她的大喜之日，你就不能让着点我妈说的？没错，你就是嫉妒她。我简直要被这一对母子的荒谬逻辑笑死了。嫉妒？我嫉妒周金霞，嫉妒她嫁了个妈宝男钱志勇，还是嫉妒她有个拎不清的母亲和是非不分的哥哥？我压下胸腔的怒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我只是说了实话，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真话让你们丢脸了，那只能说明你们做的事情本来就可使你还敢顶嘴。婆婆气得一抬手就要打我周家豪，连忙上前拉住他妈：您别生气，别动手。然后猛地转头冲我大声喊：林思琴，你马上给我妈道歉。我看他们心像是被泼了冰水般一点点凉下去。眼前这个男人就是我嫁的人，永远分不清黑白是非，只会让我一再忍让。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我倔强的回道：好。婆婆连说3个好字，情绪激动的看着周家豪：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我看以后这家是他在就没我，我在就没他。话音刚落，他便一手捂住胸口，像是心脏病发作似的，身子一歪倒在沙发上。周家豪吓得手忙脚乱，拍背倒水，不停数落我：林思琴，你非要把我妈气死才甘心是吧？还不快过来道歉！我在原地没动，因为我早已看穿了这一套。婆婆每次吵不过我或理亏的时候，就用装病来博取同情。以前我还会心软妥协，但这次我不想再忍了。那天晚上，周家豪第一次跟我分房睡，他去陪他妈了。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睁眼到天亮。我想了很多，从结婚到现在快5年了，我自问对这个家尽心尽力上。搬证前回家做饭洗衣，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可我换来了什么？婆婆的冷言冷语，小姑子的挑剔刁难，还有丈夫的沉默与推诿。我像个外人，更像个不要工资
的保姆这样的生活我真的过够了。从那天起，家里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婆婆不再跟我说话，每次见到我都翻白眼。周金霞3天2头回娘家，每次都要冷气嘲热讽一番。有些女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自己过得不顺，就巴不得搅乱别人家，什么都不会，还眼高手低，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我当作没听见。周家好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他试图让我和婆婆小姑子缓和关系，但我直接告诉他，除非他们先为婚礼的事向我道歉，否则免谈。这在他们眼里自然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错的永远是我。有一次我正在厨房做饭，周金霞走进来，阴阳怪气地说，嫂子，这鱼是不是没放盐？我妈口味重，你可别忘啦。我没理他，继续忙着手上的事。他见我不搭理，竟直接伸手去接锅盖，滚烫的蒸汽嗤的一下冒了出来。他惨叫一声，手猛地缩回手背上，瞬间红了一块。婆听到动静赶来一看，女儿受伤，立刻炸了。林思晴，你是故意的吧？金霞，好心提醒你，你竟然烫她，真是没话可说。妈，是她自己伸手去接的锅盖，锅里正在炖汤，蒸汽烫人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能怪我？不是你还是谁？要不是你那副冷脸，金霞会动手吗？婆婆歪理邪说。周金霞边哭边告状，妈，嫂子是故意的，她肯定还记恨婚礼上的事，这是在报复我。周家豪从房间走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朝我吼，思晴，你怎么回事？金霞是你小姑子，你怎么能这么对她？我气得发抖，咬牙道，周家豪，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故意烫她了？是她自己伸手，你们一家人就不能讲点道理吗？跟你这种女人有什么道理可讲？婆婆冷哼一声，你就是容不下我们家的人，不想过了就趁早滚。妈，周家豪惊叫一声，显然也没想到他妈说的如此绝情。我看着这母子唱双簧，心里最后一点温度也彻底熄灭了。好，我语气平静的近乎冷漠，这可是你说的。我放下锅铲，解下围裙，转身回房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也许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才是我真正的出路。滚字一出口，家里的气氛彻底凝固了。周家豪大概也没料到他妈会说得这么狠，愣在原地，眼神在他妈和我之间游移，一脸茫然。我没有再看他们，径直回房，默默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我的东西不多，几件常穿的衣服，一些日用品，几本喜欢的书，在这个家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少得可怜。周家豪跟了进来，关上门，语气带着急躁，思晴，你别当真，我妈那是气话，她年纪大了，脾气不好，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我停下手看着她，目光平静的像一潭死水。周家豪，这是不是气话？你我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我在这个家的地位，你比谁都明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一声叹息。我知道你委屈了，但那毕竟是我妈和我妹妹，我总不能为了你跟他们翻脸吧，所以就只能我来委屈。我苦笑着反问周家豪，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我爸妈的女儿，他们把我养这么大，不是为了让我来你们家受委屈的。他沉默了，眼神游移，不敢直视我。我已经精疲力尽，真的累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再过了。我轻声却坚定地说，你想怎么样？他终于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与无措。离婚吧。我平静地吐出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仿佛是一枚炸弹，毫无预兆地在他心头炸裂。他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离婚？你说什么？林思晴，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离婚。我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重复。不可能。他断然拒绝，我不同意。们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至于闹到离婚吗？我听了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周家豪，你把你妈指着我鼻子骂我，赶出家门叫做家务事，你妹，处处针对我，花样百出的欺负我。你呢，永远只会叫我忍，让我退，让我让，这也叫小事？我一连串的问题像锋利的刀刃般刺向他一时间哑口无言。在你眼里，你妈你妹永远没错，而我永远都是那个不懂事的外人。这个家有没有我根本没区别。既然如此，我又何必继续留在这儿？自取其辱。我边说边继续收拾东西，已经懒得再跟他争执。他慌了，伸手来抢我手里的行李箱。林思晴，别闹了行不行？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跟我妈妹妹沟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的声音柔了下来，带着乞求的味道。若是从前，我或许还会动摇，但如今我的心早已
冰冷如铁机会。我一把甩开他的手，周家豪，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我们回不去了。那晚我本想离开这个家，可他死活不同意，甚至把我的身份证和口本藏了起来。他威胁我说，只要我还有离婚的念头，就别想走出这个门。我知道他怕的不是我离开，而是他没法向他妈交代，没法在亲戚朋友面前保住脸面。他从来都不是因为爱我不舍我才挽留，而是怕丢脸，怕麻烦。从那天起，日子变得更加煎熬。婆婆和小姑子周金霞对我变本加厉，仿佛我要离婚就是对他们的挑衅。他们认为我翅膀硬了，想飞了，所以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家里的空气像压上了一层厚重的灰，窒息又沉闷。周家豪开始早出晚归，尽量不在家。他以为逃避可以解决问题，却不知他的逃避只会让我心灰意冷。就在我以为生活只剩下无尽黑暗的时候，命运却在悄然翻转，那是一个平静的周末午后，我正在房间里看书，忽然听见客厅里婆婆和周金霞压低声音的谈话，语气里透着隐秘与兴奋。妈，那笔钱我已经转到新开的那个海外账户了。神不知鬼不觉，周金霞的声音得意又轻快。等风头过去，我就跟钱志勇说，是我爸妈给的，或者说炒股赚的，到时候我们就换套大别墅住，看林思琴那个贱人还怎么嚣张。我心里猛地一震，什么钱海外账户？婆婆刘桂芝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贪婪的紧张。金霞，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你哥知道，更不能传到外人耳朵里。这可是在你公公的公司里挪的公款钥匙，查出来可是要坐牢的，怕什么？周金霞毫不在意的轻哼一声。我公公那边钱志勇都打点好了，他老胡撒除了现在公司不都是他说了算，这钱不拿白不拿，反正以后还不是我们的。我整个人如坠冰窟，身体一阵阵发冷。他们竟然在挪用公款，数额还不小，甚至连钱志勇那个表面老实的人也在帮着掏空自己父亲的公司。我的心脏扑通扑通乱跳，脑子里一片轰鸣，这简直就是他们的死穴。我想悄悄退出去，好理清这些信息，却没想到脚下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瓶子，哐当一声滚落在地。谁在外面？周金霞的声音立刻提高，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朝我房间走来。我心惊胆战，还没来得及逃走，房门被猛地拉开。周金霞和婆婆刘桂芝的脸出现在我面前，表情先是惊讶，接着惊慌，最后是狠厉。林思琴，你怎么在这儿？你唰都听到了什么？周金霞尖叫，眼神仿佛能把我撕成碎片。婆婆也反应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出奇。好你个小贱人，竟敢偷听我们说话，看样子你是活腻了。我心里像被扔进了滚烫的油锅，慌乱的几乎站不稳，但脸上仍死命维持着镇定的表情。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是出来倒杯水，语气磕巴的连自己都差点信了。可是倒水需要贴在门上偷听吗？周金霞冷笑了一声，眼神如淬了毒的匕首，一刀刀刺进我的心口。林思琴，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你到底听到了多少？你要是敢说出去，哪怕一个字，我保证你这辈子都别想有安生日子。我死咬着嘴唇，嘴上否认到底，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可心里却像飞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拼命寻找应对之策。现在这种情况承认就等于死路一条，他们一定会设法让我永远闭嘴。我还在撑着婆婆，却忽然扬手想打我一巴掌。我反应极快，往后一闪，堪堪避开了她那记带着怒火的掌风。妈，别跟她废话了。周金霞的眼神更阴沉了，仿佛要滴出水来。先把她关起来，手机也收了，不能让他出去乱说话。婆婆点点头，两人一左一右朝我扑过来。我慌了，急中生智，大声喊道，你们想干什么？非法拘禁是犯罪。我扯着嗓子喊周家豪，周家豪救我，但回应我的只有死一般的沉默。他今晚加班，根本不在家，喊吧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周金霞恶狠狠地瞪着我。林思琴，我劝你把今天听到的是烂进肚子里，否则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他们合力把我推搡进房间，粗暴地夺走我的手机，砰的一声，重重把门反锁，我被困住了，拼命拍门，哭喊着求救，可门外只传来他们得意而阴冷的笑声。林思琴，你就乖乖在里面反省吧。婆婆阴声说道，什么时候想通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们再放你出来。我靠在冰冷的门板上，身子缓缓滑落，坐在地上，恐惧和愤怒交织，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逃出去揭发他们的罪行。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环顾四周，房间不大，窗户装着防盗网，出不去，手机被他们抢走了，无法求助。难道我真的就这样被困死在这里？我林思琴绝不认输。忽然我猛然想起床头柜的抽屉里还藏着我旧手机，那是换新机后留下的，里面还有一张没欠费的旧电话卡。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冲过去，拉开抽屉，谢天谢地，手机还在我颤抖着。打开手机，居然还有电。我迅速找到闺蜜高慧敏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喂，思琴，你怎没用这个号码打给我？高慧敏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我压低声音，飞快地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她听完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哪，思琴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你别怕，我现在就报警。别！我连忙阻止他，我现在没有确凿证据，他们肯定会反咬我一口，而且他们防得死死的，警察来了恐怕也查不到什么。那你怎么办？总不能让你一直被他们关着吧？高慧敏急了。我沉吟了一下，慧敏，听我说，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我把计划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几秒，随后语气坚定，好，思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你也千万要小心。挂断电话后，我心里终于稍微安定了一些，接下来就是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傍晚时分，周家豪回来了，我听见他在门外敲门喊我名字，我故意不作声。婆婆和周金霞在外面敷衍地解释她心情不好，把自己反锁了，谁叫都不开。周家豪竟轻易相信了，劝了几句，见我不理，就径自去吃饭了。我冷笑，这就是我的丈夫，对我永远这么放心。夜深了，我估摸他们都睡熟了，悄悄打开门缝往外看，客厅黑漆漆的，一片寂静。机会来了，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溜出房间。客厅的桌子上放着我的手机，我像小偷一样拿起手机，飞快回到房间反锁，打开手机，看到周金霞发来几条威胁短信，无非是要我闭嘴，否则后果自负。我冷哼一声，直接删了，然后打开录音功能。我决定主动出击，我要让他们自己说出口，这才是我反击的力气。我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情绪，走出房门。这一次我不是逃跑，而是迎战。夜深人静，我站在客厅中央，心跳如雷。我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可能万劫不复，但我别无选择。我拨通了周金霞的电话，电话响了许久才接起，她的声音满是不耐。林思琴，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金霞，我想通了。我压低声音，语气里是故意带着些惊慌讨好白天，是我不对，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你能不能放我一马？对面沉默几秒，然后是一声得意的冷笑，呵，知道，怕了白天不是挺硬气的吗？我是一时冲动，我继续示弱。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算你识相。他哼了一声，不过光嘴上说可不行，要拿点诚意出来。莫诚意？我小心问，明天早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和我妈道歉，还有把你爸妈当年给你的那5万块钱一分不少还给我，就当是封口费。他开口要狮子大张嘴，我心里冷笑，果然他们不仅要我闭嘴，还想顺手敲我一笔。5万太多了，我一下拿不出来，我故作为难，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他威胁说，我告诉你思琴，你要敢耍花样，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金霞，你别这样。我继续低声下气的试图缓和气氛。钱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商量，我只是想问一句，你们真的动用了钱家的资金吗？要是这件事被发现了，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关你屁事。周金霞冷笑一声，眼神瞬间锋利起来。我试图掩饰住自己的不安，说，思琴，你别多管闲事。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只是担心你们毕竟是一家人，我真不希望看到你们出事。我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心里却早已打起了算盘。很少假惺惺的周金霞不屑地吐出一句，我告诉你，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你闭嘴，没人会知道。钱志勇早就把账目全都做平了，就算查也查出什么来。我心一紧，却还是强装镇定，继续套话，那笔钱到底有多少？怎么你也想来分一杯羹？他冷嘲道，告诉你也无妨，反正你也拿不到整整300万够我们一家吃香喝辣过一辈子了。300万，我心头猛地一沉，这个数字足以让他们全家坐牢这么多。我故作惊讶，那钱现在放哪儿了？你问这么多干嘛？周金霞
忽然神色一变，盯着我，林思琴，你是不是在套我话？没有，我连忙摆手否认，我就是好奇而已，这么大一笔钱放在银行里岂不是很不安全？他冷笑，深神情带着几分得意，放心，我们早就转到海外账户了，谁也查不到，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记住，明天早上5万块，一个字都不能少，要是少了，别怪我。心狠手辣，说完他猛地挂断电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着手机里那段完整保存的录音文件，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冷笑。周金霞，你终于还是上钩了。这段录音就是你们的催命符。我迅速把录音备份到云端，然后小心翼翼地删除了本地文件。处理妥当后，我悄悄回到房间，锁上门，给闺蜜高慧敏发了一条消息，证据到手，按计划行动。第二天一早，天色还未大亮，我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林思琴，你给我滚出来！是周金霞的声音，怒火中烧。我慢悠地走到门口，拉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她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怎么了？金霞一大早火气这么大？我一脸无辜地问道。你少装蒜！她咬牙切齿。昨晚你跟我说的那些是不是在套我话？你是不是录音了？我心里一惊，他竟然察觉了，但脸上依旧镇定如常。什么录音？你在说什么啊？他猛地抓住我的衣领，怒目圆睁。我老公刚才打电话说公司来了审计组，说要彻查账目，是不是你告的密？我一把甩开他的手，冷冷一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做了亏心事，还怕鬼敲门，果然是你！他气得浑身发抖，举起手想打我，我早有准备，迅速抓住他的手腕，一个用力的甩动他，踉跄几步，差点摔倒周金霞。我警告你，别惹我！我气冰冷，你们挪用公款的事，我已经把证据交给了警方和钱家公司，你们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你胡说八道！他的脸色瞬间煞白，但嘴上还是不肯认输。你有什么证据？我冷静地掏出手机，点开那段录音，他那得意的声音清晰传出，整整300万，够我们一家吃香喝辣一辈子了。我们早就转到海外账户了，谁也查不到。录音播放完毕，周金霞整个人如遭雷击，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不可能！他喃喃自语，眼神惊恐。你怎么敢？你怎么敢？我为什么不敢？我俯视着他，语气平静而坚定，你们一家人欺人太甚，今天就是你们偿还的时候。吵闹声惊动了刘桂芝和周家豪，两人匆匆赶来，怎么回事？周家豪一脸茫然，家豪快拦住他！周金霞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指着我喊道，他要害死我们全家！林思琴，你又想搞什么鬼婆婆？刘桂芝怒斥我，我冷冷一笑，再次播放录音完，周家豪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金霞妈，这是真的吗？你们真的动用了钱家的钱？他声音颤抖，刘桂芝哑口无言，支支吾吾。突然，周金霞从地上猛地站起，歇斯底里地喊道，都是他逼的，都是这个贱人逼的，要不是他老跟我作对，我怎么会走这一步？可笑！我冷笑自己贪得无厌，还要怪别人。周金霞，你真是……可就要周家豪忽然怒吼，够了，都别吵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解决我。冷笑一声，周家豪，你到现在还想护着他们？他们犯的是经济罪，是要坐牢的。周家豪沉默，目光复杂地看着我。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开门，警察刘桂芝和周金霞脸色瞬间惨白。不要！周金霞惊慌地往后退去。周家豪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去开了门。几名警察走进来，出示证件。谁是周金霞？周金霞和刘桂芝浑身颤抖，不敢吭声。就是他们！我平静地指出，你们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请配合调查部。我不去，我没有。周金霞疯狂摇头，躲到周家豪身后。哥，救我！救我！周家豪迟疑良久，最终选择了沉默。警察上前将手铐戴上，就在被带走的那一刻，周金霞回头狠狠地盯着我，眼神怨毒。林思琴，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被带走，心里却没有丝毫快意。这个家终于彻底散了。周家豪瘫坐在沙发上，抱头沉默不语。我看了他一眼，转身回房开始收拾行李。这一次没人再拦我。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房门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呼唤。思琴，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我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周家豪，从你一次又一次选择站在他们那边冷眼看我独自咽下所有委屈的那一刻起，我们
之间其实就已经画上了句号。那天我说完这句话，连头也没回，便决然地离开了这个曾经让我满怀希望，如今却只剩下心碎回忆的家。穿过熟悉的小区大门，阳光像金色的水洒在我脸上，暖洋洋的，亮晶晶的，仿佛在告诉我你终于自由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口像被人按了许久的石头终于被拿走，整个人都轻盈了起来。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那里也许充满未知，但至少它属于我自己。而周金霞和婆婆刘桂芝他们那儿典藏不住的贪婪与刻薄，终有一天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至于周家豪，他会不会后悔，我已经不在乎了。那些眼泪，那些心痛，都随我转身的那一刻被甩在了身后。我林思琴的余生不再为任何人委屈，只为自己而活。